只要你在新加坡生活过，你的脸、声音、消费记录、通话内容都可能留在不同系统里。7月20日，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发布生成式 AI 个人资料使用的咨询指导原则。紧接着7月23日，内阁重组又把 AI 和劳动力转型放到更高层级去谈，放在同一周出现，信号已经很明显，这不是突然反 AI， 而是正式把两件事绑在一起处理。技术要继续发展，但公众资料也要守住。那这份文件到底能保护到你什么？企业以后又多了哪些不能含糊带过的责任？我们一条一条来聊聊看。那我们先来聊聊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是什么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条法律，管理公司能不能随便拿走你的资料。你给 Shopee、Grab、DBS 留的电话、地址、身份证号码，这些能不能乱用？能不能转给第三方？这几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本身也已经收紧了几条重要的，罚款上限拉高，公司必须有专门负责数据保护的人，发生严重数据泄露也要及时通知。更关键的是，不是说公司服务器放在海外就没事，只要碰到新加坡人的数据，就可能要面对新加坡的规则。以前的数据保护逻辑相对直接，公司收集你的资料，说清楚是拿来开户、送货、做售后、做身份核验，很多事情就照这个目的走。可 AI 一进来，事情马上复杂很多，因为 AI 训练要吃大量数据，你的名字、电话、消费记录、浏览历史、照片、声音，统统可能被拿去喂模型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资料一旦被训练进模型里，就不像 Excel 删一行那么简单。模型把数据消化掉之后，你要它完全吐出来，技术上没那么容易。所以到了 AI 场景，最容易出问题的通常是同意、目的限制、通知、保护，还有问责。你收集客户资料时，如果对外说是为了开户、物流、售后、身份核验，这不自动等于你以后可以把这些资料拿去训练聊天机器人、语音模型或者推荐系统，用途一变，法律分析就跟着变。所以这份指导原则真正改变的不是法条字面，而是企业不能再靠模糊地带混过去，数据保护官也不再只是挂名，企业得有人持续判断资料来源、训练目的、保留期限、第三方平台权限，还有用户通知是不是够清楚。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本身也有执法和罚款机制，罚款上限可达100万新元，对很多本地企业来说已经不是可以轻松忽略的数字。更现实的是，一旦被投诉、被调查、被媒体点名，用户信任流失往往比罚款更伤。普通人最关心的其实不是法条，而是哪一些日常资料最容易被 AI 盯上。真正危险的往往就是几个很常见，而且你几乎每一天都会碰到的场景。第一种，员工为了省时间，把真实资料直接丢进 AI 工具，比如销售把客户名单、贷款资料、投诉记录贴进公开版聊天机器人，让他帮忙整理摘要。又或者行政人员把包含身份证片段、地址、病历摘要的文件上传到外部工具，想快点出报告。第二种，社交媒体公开资料被拿去训练模型。很多人会说，我头像本来就是公开的，别人看到也正常。对，看到是一回事，批量抓取、长期保存、重新组合，拿去训练脸部识别、语音模型或生成模型是另一回事。法律上关键不是有没有公开这几个字，而是公开的范围、原始目的，以及一般人会怎么理解。你把照片或短视频放上 IG、TikTok， 通常不是为了让陌生公司建立商业训练资料库，就算是公开可获取，也不代表无限授权。第三种，客服录音被二次利用。你打电话给银行、电信公司、医院前台，常会听到一句，为了服务质量，本通话可能被录音。很多人已经听到麻木了，但这里要分清楚，服务质量和训练生成式 AI 不一定是同一件事。杨利明部长也特别举过类似例子，录音里可能有你的姓名、地址、账单资料，甚至身份验证内容。第四种，平台把原本的服务数据拿去做新生意，比如你在 Lazada、Shopee 买东西，平台用购买记录推荐商品，很多人觉得很正常。可如果平台后来想把这些消费行为、浏览偏好、评价内容拿去训练一个 AI 模型，再把模型能力卖给别的公司赚钱，这就不是原本那个用途了，必须重新讲清楚。
银行和保险也是一样。那普通人怎么快速判断？你不用先翻完整法条，先问3件事。第一，企业有没有明确说资料会不会用于 AI 相关用途，而且是用弹窗、专门网页、邮件这些你看得懂的方式说，不是藏在一大段用户协议里。第二，有没有退出、限制或者申诉机制。第三，这些资料是不是你非交不可，不交就没法继续用服务。这里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红线，银行、保险公司、社交平台不能直接跟你说，你不让我们用数据训练 AI， 就别用我们的服务了。你有权说不，而且公司不能因为这样就不服务你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个人资料不只是在说身份证号码、电话、地址、脸部图像、声音、行为模式、客服对话，只要能识别到个人，或者和其他资料结合后能识别到个人，都可能落进个人资料保护的范围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就算资料已经被拿去训练 AI 了，你还是有权查看和更正自己的资料。技术上当然难做，但监管现在的意思很明确，不是因为难就可以不处理。很多讨论喜欢把监管讲成2选1，要么保护隐私，就会拖慢创新，要么全力发展 AI， 就只能让个人资料多承担一点风险。新加坡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不想掉进这个2选1，原因很现实。对新加坡来说，最贵的不是多请一个合规人员，也不是多写几页隐私政策，而是市场信任一旦受损之后的连锁反应。金融、医疗、教育、政府、数码服务，这些领域都高度依赖公众愿意把资料交出来。如果大家开始觉得反正资料最后都会被拿去训练 AI， 那不只是某几家公司形象受损，而是整个数字化转型都会遇到阻力。所以所谓中间路线，第一层是对公众说，我们不会承诺零风险，但会把企业该解释的、该通知的、该负责的事情说得更清楚。第二层是对企业说， AI 可以继续做，但你先把资料从哪里来、为什么用、谁能接触、保留多久、出了问题谁负责，这些问题想明白。第三层是对国际市场说，新加坡不是无法无天的数据游乐场，也不是见到新技术就先关门。这里面最现实的变化其实是企业合规成本会前置，尤其是本地中小企业，感受会更明显。你想接入 AI 客服，可能就得先盘点资料流向，更新隐私政策，区分哪些数据能进模型，哪些必须脱敏，供应商有没有2次使用权限，员工能不能把真实资料上传到外部工具，数据保护官是不是有真正参与产品上线前评估，这些都要时间，也要钱。另外，政府这次还推动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东西，叫聊天机器人信息卡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AI 版的说明书，不会把所有技术细节都塞给你，但会集中告诉你这个聊天机器人是做什么的，不能做什么，你的数据怎么处理，有问题去哪里投诉。比起把这些内容散在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里，这种做法更像是讲人话，也更容易建立信任。 Google、Meta、DBS、OCBC、新航这些公司接下来都预计会陆续推出类似信息卡。说白了，新加坡不是要让 AI 慢下来，而是要让乱用数据这件事变得更难、更贵，也更难自圆其说。在新加坡，个人资料不是谁想拿就拿，谁想训练就训练的免费资源，也不是一句网上公开就能把所有问题都带过去。接下来如果你收到什么 AI 专项通知，先别急着点同意，看一眼再说。你也可以直接问公司，我的数据被用在哪些 AI 模型里了。如果公司不配合，还可以向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投诉。工作上如果会接触客户资料，也别把真实数据随手丢进工具。 AI 来了，谁也躲不掉，但数据是你的，不是公司的。新加坡这次的做法不是一刀切禁止，也不是放任不管，而是先告诉你，让你知道你有权利保护你的隐私。如果你关心新加坡民生法律、公共规则和本地法律争议，欢迎订阅频道。